NA 的狂飙，哇，这个东西也是，其实也应该很早以前给大家做了，只是刚拿到快递吧。还是老规矩，先来看一下外包装。这回狂飙的盒子其实要比之前的玩具稍微大一点点，而且上面是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一个内容物。大纲也是给我们找到了这张图啊，而这个峰会的这种感觉呢，应该就是和这个一毛一样的了。甚至这边的透明窗户透出来的一个布局啊，还有这个上边狂飙人物的动作姿势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包括后边这个背景也是啊，很像很像。大纲真的是人才啊，什么都找得到。所以呢，这个外包装应该也是玩了一个这样的老梗吧。纸品方面，依旧一份线稿图的说明书 ，NA 标配。配件的内容有2把枪，这个2个枪都是上了涂装的，紫色的这个挺好看的啊，这漆上的。然后配件，我开盒才发现啊，这一回狂飙在飞机形态，等一会儿，这个虚素的造型。Oh my god！ 哇，这个好怪呀、不管了啊，反正它在飞机状态下，在变形完手臂收纳起来的时候，里边是没拳头的，所以你得把这个流道上的这2个拳头剪下来啊，插上去。当然，这个替换手了什么的 ，NA 的标配。这个完成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尤其这个飞机的背面。这个整洁的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而且用了透明的窗户啊，把这个里边的一些驾驶舱内构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描写出来。因为毕竟比较小嘛，所以透过这个窗户看里边的一些机械内构还是挺漂亮的。再加上身上涂装的话，也是用了一种蓝色的和紫色的金属漆的效果，做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比一下官方的一些设定概念图吧，其实这个算是一步一步演化过来，到了最后86大电影最终确定完成的一个样式稿了。而这款狂飙的一个分色处理，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第3章和第4章的这种感觉吧。拿起来看一下细节，上面还有一些细小的板件刻画，很漂亮。包括这个驾驶舱里边，我们聚个焦吧。这个驾驶舱的透明件啊，里边透出来一点点其中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螺丝孔，但是这个螺丝孔的这些加固的塑料的边缘位置啊，就感觉像是一个操作的这个显示屏的感觉啊，很带感，其实挺好看的。包括这些涂装的处理，机头鼻尖的部分。下边的这个起落架是不能滚动的，只是一个桩子。后方这里啊，机腹部这里看起来显得有一些厚，这个因为也是变形的需要嘛。然后后起落架吧，我翻起来看了一下，并没有轮子的刻画，只是2个棍棍支在这里，这个稍显有一些简单，不过一个外星的战机吧。所以其实看起来呢，这款狂飙做的还算大差不差吧，还行。只是你从侧面看的话，这个机腹部稍微的有一点点厚，小比例零件数就被限制了下来。但是没想到在这么有限的零件数上面，能把2个形态做还原，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整体的变形还挺好玩。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把鼻尖和这个起落架的位置给它收起来，这里直接折叠缩到下方就好。后方的起落架摊平，然后脚尖的这个位置，它下方这里有一个滑道，从这个地方看，其实飞机从后边看也不是怎么搂切的。这里滑道滑到底，咯哒有一个锁定的感觉，然后把脚尖立起来，变成这个样子。接着腿部这里往开翘一下，这里再往上拉，下方的这个扣子就很好的脱开了，不然你跟这么抠的话，很容易刮损到漆啊。抠一下这里，然后再往起拉，脱开这个扣子。接着一个 Z 字折叠倒下来，小腿板的前腿甲放开，接着小臂下方这里和手腕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卡扣，跟紫色的板件上方连接着，把这里完全打开，然后这个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其实顺势就可以把这里解松了，解松掉，
然后拆开左右的2个卡扣，把胳膊整个都撸出去。现在腿部就完全的延展开了，接着从这里直接往下撇，撇一个90度下来，脱开这个地方的卡扣，往起立。它这2个板件中间结合起来的一个卡扣插在了菊花的位置的一个方孔。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把腿部打开了，打开以后，这一块有刻画的面板立一个90度起来，然后往下翻折，双段关节180度翻平，再从这个地方的锁扣跟小腿上锁住，锁上以后，脚后跟这个地方的卡扣再跟这里锁上。其实它不影响接地的，因为接地在另外一根轴，所以里边的这个板子锁住了，外边这个是管接地的。再把这块紫色的面板180度翻折贴到小腿后边，这条腿基本上就变完了。弧度包括这种喇叭的感觉啊，都做出来了。变形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巧妙，也算是用了里外面切换吧，让这个腿部360度没有任何的空洞啊，这个是特别棒的体验。另外的一边也是放下来，卡扣插上，对准，好，然后把脚后跟的卡扣再锁上，进行一个维度的锁定，更结实了。这块板子翻过来还有一个小卡扣，也跟这里锁住。2条腿其实现在就变完了。我们把前裙甲往起稍微的撩一点点，双关节把胯部提上去，然后这个关节翻转过来卡住，这里旋转180度卡住，手腕旋转过来，接着顺着翅膀角跟肘部跟这里打开，再把这个尾翼旋转一下，放到正确的角度上。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旋转，再把下边小臂上边的尾翼旋转。那狂飙的 G 形态就变完了。其实挺怪的，这个 G 形态不是太好看。接着继续变上半身，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后边的这一块鸡头的部位直接的拉开，这下方有一个紫色的双段关节的连接轴，往这里拉动一下，兔耳朵的脑袋旋转180度拧到前方去，耳朵从中间打开。背包的收纳也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点，它很好的利用到了背包这么点的一个空间来收纳这么长的一个机头加引擎盖，加那个驾驶舱盖啊，全部缩好。我们先把最长的这一段双关节折叠，然后再把这一节翻到这个空的放脑袋的洞里边，再进行180度的回转，让这个脚和驾驶舱前面的脚完全平行。接着挪动这个双关节的位置，根据这一节拉长的这个空间位置，再把这些东西都缩回去，背包就收纳起来了。其实看起来这个狂飙的背包是稍微有一点厚的，这说实话确实有点厚啊，但是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空间藏出来那么长的一个笔尖也不容易了。更何况呢，我们还没有变形完，要把这个翅膀 Z 字折叠往回归。第一个是为了还原造型，第二个你翅膀跟这么叠过来以后，其实就不显得这个背包厚了，因为这个翅膀的厚度也增加了，就让这个背包的感觉有了一个过渡。那好了， NA 的狂飙飞机变人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可以说非常简单。这个其实来说没多少变形步骤，但整体来说达到的效果，我觉得除了在飞机形态下机腹部稍微显得有一点点厚之外，其他的2个形态可以说近乎完美， MP 级别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翻回来想一想 ，MP 级别当然要使用更多的美型零件来作为一个优化了。但目前来说，在一款小比例身上能做成现在的样子的这个狂飙，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来对比一下这个设定图吧，其实 NA 还是做了一些美化的，狂飙比惊破天高一点，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确实狂飙要更高一点，首先它的兔耳朵很长嘛，其次再加上它的帽子了什么的，所以高一点也是对的。正面来看的一些还原的元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其实还好。背后这里来看，这些元素也都给你还原了过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飞机的机舱的一个大小吧，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再加上小腿后面这个腿肚子的部分，它是遮着机两侧的那个紫色的盖子折叠到了这里，所以呢和动画里边的这个颜色是有一点出入的，但整体来说也是大差不差了，效果还好。屁股后边有一个菊花的洞洞是可以插支架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吧。首先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360度旋转也是变形的需要，左右还可以歪一点点。上边这两个兔耳朵呢是可以变形的，所以也是可以折叠一定的角度。肩膀这里平举吧，它有这么几段关节。首先第一段关节在这个位置，第二段关节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腋下这里有一块独立出来的零件，这个独立的零件是可以活动的，也就是说我看正面看这里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可以稍微的外扩一点点，也就是说抬起来胳膊的时候让这个肋骨这里吧更炸起来的那种感觉啊。第三段平举胳膊其实是变形的一个关节，所以呢这三段关节加起来狂飙也可以举到这么高。然后肩膀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这里不是球形关节，这里全是轴，是上的螺丝的轴，不是球形关节，这个好评啊。二头肌360度可以旋转，变形的需要。胳膊肘这里做了双关节，两个关节曲起来也可以做到，哎呀，这个比135度还要大一点点啊，150多度了吧。手腕这里可以旋转，因为可以替换嘛，所以也能拔下来。再加上小臂变形的需要，这里也是可以转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变形关节，所以它可以让这个手腕往下这么握一点点，这又导致了将来它出那个武士狂飙配色的时候，可以跟这么斜着拎着刀，这点好啊。接着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夸的这个弯腰关节，这个收腹弯腰的感觉很不错。第一个很仿生，第二个涂装的配色让这块觉得真的特别的高级。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前踢可以踢平，后踢可以踢到这么大的幅度，侧踢可以踢平，但胯部依旧是个球形关节，而且因为变形的关系嘛，所以这个胯还可以往下拖啊。就是说你对这个身高不满意的话，其实可以进行一个微调，让它再长高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大腿根左右360度旋转，膝盖90度，脚踝左右接地，幅度也非常的大。所以这款狂飙的可动做的也是比较优秀的，尤其我非常喜欢在肩膀这个位置设计的3段独立关节，还有这个腰腹部的这个一个活动的范围吧，再加上这张漂亮的涂装，可以说这款狂飙已经达到我心目中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我个人来说，对于这款狂飙的评价，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说 NA 做的第一名了。曾经在我心目中 NA 的第一名设计是红蜘蛛，但是现在我觉得狂飙已经可以凌驾于红蜘蛛之上了，它给我带给的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确实红蜘蛛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冲突我们已经看得够腻了，我们现在急需让 NA 出一个更好的模具设计来顶替掉它之前红蜘蛛的地位，那我觉得狂飙绝对是一个不二之选。而这个狂飙真的是可以凌驾于红蜘蛛之上的又一个精彩模具，所以将来它出的所谓什么漫画的造型，黑武士的那个狂飙，还有玩具的配色，G2的配色，
甚至什么镜像的配色，这些肯定也都会来的。而这一波一波的重涂，我最看好的也是最期待的就是那一款漫画的武士狂飙了。换完头雕以后，加了裙甲，再加上大宝剑以后的造型是非常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手腕的因为变形的一个关节啊，所以到时候它的那个握刀的可动姿势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绝对是目前为止 NA 出了这么多的模具里边，个人说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一个，没有之一了，非常非常的棒。那么这一款的狂飙大概就是这样了。